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PPO 刚刚发布的 K10和 K10 Pro。这台 K10呢是首发了天玑8000 Max 这颗芯片啊，所以本期的主角就是它了。其实之前我们在体验 GT Neo 3和1加 S 的时候就说，这个 OPPO 肯定还会有一台类似的机型，果然它就来了。8000 Max 实际表现如何？不关注今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开箱环节就给大家省略了，这个上面的小盒子是 K10， 下边这个大哥要长一些，K10 Pro 还是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配置，你可以暂停查看，我们就不给大家念了。ID 设计方面，这次 K10 系列也是采用了这种大视窗的设计元素，在镜头向右呢做了一个延展。我们这台 Pro 呢，官方名称叫太黑，但是呢，只要稍微有光打上去，就感觉是那种灰灰的蓝色的感觉。然后这台 K10就是非常彻底的一个黑色啊。Pro 镜头模组的这块呢是做了高亮的处理Super Performance这个 K10也是有的但是K10这个就都是这种 AG 磨砂的质感。我个人觉得 K10的这个一体性呢还更好一些这次全系都是全塑料的。先跟大家说区别，后面我们就以这台8000 Max 的 K10为主了主要就是三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屏幕方面Pro 呢采用的是E4材料的一块 6.62 的 OLED 屏幕它的边框方面呢确实要控制的比小弟 K10 这边呢要好一些，尤其是下巴的部分K10 这个是要宽一些的。K10 这边是120赫兹的 LCD 的一块屏幕永不为奴这4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6.59稍微小了那么一丢丢这块 LCD 呢其实还不错因为它竟然还加入了多档的刷新率我们手里这个版本呢已经有60、90、120了这个官方宣称呢是有6个档位这个我们这版本还没有实测出来那么多，能支持60、90、120我都觉得挺难得的当然它这个边框呢相对来说就要宽一些，因为是 LCD所以重量方面这台 Pro 的大哥呢虽然稍微大一点，但是199克没到200这 K10 是205克。第三个就是镜头方面大哥呢是祖传766这个5000万像素的这个主摄。 K10 这边也是老朋友，6400万的 OA64B， 800万的广角，还有一个200万的战术镜头，后面我们也会展开。影像方面我们着重来看一下 K10 Pro因为毕竟这是 OPPO K 系列第一次用上 MX766 加上 OIS 的光学防抖。直接来看一下样片，在白天场景下呢，色彩风格看起来要更加通透艳丽一些解析力上地砖的细节纹理 K10 Pro 也是最清晰的。在这组样当中，其他3款机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摩尔纹，地砖这组也是 K10 Pro 最为清晰。Neo 6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色彩还原其实是不错的，这组通道样当中无论是镜头的高光压制还是色彩还原都是最好的，但画面的清晰度上稍弱于 K10 Pro。之前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紫边问题比较严重， K10 Pro 相对来说优化的较好。到了夜晚场景，首先要说一下这3台机器都是带光学防抖的K10 Pro 依旧延续了画面艳丽的风格，这组树叶也是最绿的，这组门店口的植物还有这组咖啡店内色彩都是最浓艳的，依旧是门口的地砖3台手机解析力表现最好。红米和 K10 的整体色彩相对来说就要淡一些。Neo 6这边虽然颜色偏平淡，但是明暗的平衡和色彩还原都还不错。这组雕像样当中，主观觉得红米是最好的，看雕像上做旧的纹理还有底台的纹理 ，K10 Pro 感觉像加了美颜一样没啥细节了。这组2层楼房 K10 Pro 和红米噪点消除都不错但是有一定的锐化痕迹。Neo 6的窗户细节虽然较好但天空又黑的不够彻底这张有些偏紫了。影像总监766这颗传感器是近年旗舰的标配K10 Pro 直接给你打到了2000元档位还是很够用的。OPPO 在调教风格上让 K10 Pro 依旧走的是偏艳丽的风格，和之前我们说的 Realme 相机有些相似，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解析力优势和讨好眼球的色彩都是比较出挑的，整体体验下来没什么太大问题。还有一个小点就是80瓦的充电K10 这边是67瓦。之前我们体验的都是几台860的产品8000 Max 表现怎么样？首先娱乐图跑分是77万加相比于800的 K50 差了7万多分，相比于870的小米12X 要高了10万分左右。Geekbench 单核924，稍低于小米12X 的987算正常浮动。但是多核方面3771的成绩领先了近500分比800的 K50 只少了100多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要加一个 Max 后缀的原因了。天玑处理器重点看一下浓效比K10的 Geekbench
Bench 单核376分每瓦啊，多核750分每瓦，也要强于12叉的362和614，甚至要好于搭载8100的 K50 316和684分。在随机读写上啊 ，K10 的成绩也是要好于 K50和12叉啊 ，K10 的 LPDDR5 加上 UFS 3.1的存储规格成绩还不错。GPU 性能方面，我个人也比较关注啊，3D Mark 是4925，K50领先了800分左右啊，5734。在3D Mark 的20轮压力测试上，最高分数935，稳定性达到了92.5%啊。K50最高1441分啊，领先还是挺多的。但是稳定性方面88.2%，K10的稳定性在出版就达到了90%以上啊，算是可圈可点。JFX Bench 曼哈顿3.0和3.1的成绩啊为127和85帧，功耗分别为4.92瓦和4.22瓦。换算成能效比的话，每瓦25.81和20.14帧。总结一下理论性能方面啊，8000 Max 是要好于一些骁龙870的啊，差了0.1吉赫兹的频率，和800之间的差距其实不是很大。GPU 方面主要体现在极限性能释放上啊，但是稳定性和能效比这边反倒是8000 Max 还要稍好一些。看一下实际表现啊，这台工程版的 K10啊，暂时还没有适配王者90帧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在60帧下测试啊，自然是基本满帧运行啊，59.7的平均帧率和0.2的波动，而且功耗方面2.81瓦还是比较稳的。中负载和平均90帧啊，平均帧率89.4帧，波动也仅为0.5，功耗是3.83瓦，最高温度42.9摄氏度啊。对比一下8100的 K50这边88.3帧，波动1.3啊，功耗是3.58瓦，最高温度46，870的12叉平均帧率84.6，波动5.7，功耗4.46瓦，最高温度44.1摄氏度啊，两个都要稍高一些。这么看来啊，天玑8000 Max 这个成绩其实还不错。重负载原神开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画质，136万的像素点不算低。红米这边是138万，实际成绩上天玑8000 Max 与800开始显现出差距了。开局3分钟就撞上了绿厂的调教策略，稳稳当当给你锁在了40帧，波动27啊，最高温度在快结束时45.7摄氏度。功耗方面自然也要低一些啊，比 K50低了1瓦多啊，和12叉的4.52瓦成绩差不多。原神的能效比方面 ，K10 每瓦是9.41帧啊 ，K50 每瓦10.67帧，12叉每瓦8.74帧。最后是极限测试光明山脉，平均帧率只有31.1，波动27.6，没有锁帧啊，但是帧率也一直上不去。这个表现大家可以把跌宕起伏打在公屏上。功耗方面4.8瓦，甚至要弱于12叉的34.1帧啊，波动14.4、4.33瓦的成绩。简单总结，8000 Max 的性能表现相比于8500呢是要稍低一些的，尤其是在 GPU 性能释放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啊，高负载场景8000 Max 的能效比是可圈可点的啊，比8000的功耗还要低一些。游戏方面能效比确实不错啊，来看一下日常表现。小白视频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56%，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了17%。在测到关机的极限压力测试上，一共坚持了5小时46分钟。对于一台5000毫安时电池的手机来说，其实不算差。67瓦的充电上30分钟充到76%，46分钟充到前台100%，最后完全充满用时50分钟。小白视频20款用2轮打开测试，总共耗时126秒，而且杀了4个后台，感觉绿厂在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优化。所有实测完毕，简单总结一下，从目前的落地表现上和8000的差距不大，而8000 Max 的中低负载表现啊还要再进一步啊更好一些啊，无论是帧率波动还是功耗方面都要好于870。但是零星的但是啊，到压力比较大的大型游戏啊就有些吃力了。OPPO K10 的120赫兹 LCD 屏幕加上5000毫安时的电池啊，配合8000 Max 的低功耗，也保住了不错的续航。几款游戏的温度也都在45度左右，不算很热。OPPO K10 如果作为2000元档位的机型的话，总体表现还是 OK 的啊。就8000 Max 来说啊，满分10分，这个成绩，这个表现，你给几分呢？可以走波弹幕或者评论。其他的细节体验方面 ，K10 这边呢是8.73毫米的厚度 ，Pro 这边稍微薄一点啊，8.56啊，主要因为就是屏幕的原因。扬声器方面，2个听懂式的双扬器，我们来听一下。And she gets up to watch the morning news. Doesn't work no more, but tells a lot of stories about her youth. Drinks more lately, ain't got pills in many different colors too. Morning light is showing, she moves the chair to look out at her view. But a shop was pushed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It stands where the sunrise used to be. In the afternoons on the couch to read, goes through old pictures and memories.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brave and bold. Our heroes have been forgotten. Our heroes so they got old.
马达方面，两个都是 Exor 的震动马达，然后两个都有 NFC 啊，小弟 K10也是有了。还有就是这个 K10小弟是保留了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孔啊，大哥这边啊是没有的啊。接口方面 ，K10是 LCD 嘛，所以它采用的是侧边的指纹识别，因为这厚度不是特别薄，所以变相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好找啊侧边指纹的位置。Pro 这边就是屏幕指纹识别，位置是比较靠下的。OK， 简单总结，这两台机器的定位呢，其实仔细想一下啊，正好和绿场系自己的GT Neo 3还有1+S 错开了半档位置。我觉得这台 K10你主要权衡的就是它在屏幕方面还有就是整机的质感方面，因为毕竟采用了 LCD 屏幕，机器呢上手的感觉还是偏厚重一些的。你在线下的时候可以去上手握持感受一下。然后这台 Pro 呢又采用了88的处理器，在极限性能方面呢要更高一点，但是它是塑料的机身啊，所以在机身材质上呢又是你需要权衡的一个点。问一下大家 ，K10是1啊 ，Pro 是2啊，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欢迎评论或者弹幕一波。我个人主观上更倾向于 K10一些。OK， 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本期的所有实测数据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视频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扫码关注一下，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这个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